姑娘醒了，饮一口水，吃口东西吧。好些了吗？ 你为什么杀我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不是姑娘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昨夜在金水河，你落水了，是我们头救的你啊，何谈杀你？金水河。头儿，我觉得这姑娘应该是落水伤了脑子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我为什么会掉入金水河？难道现在什么时候？ 都过了申时了，你已经在这睡了快1整日了。哪一年？不是你打了人，你不应该先道个歉吗？我问你哪一年？景明23年啊。景明23年。怎么回事？我回到了10年前，落水。季崇义。 你好，季公子。 四姑娘，你先回去。四姑娘，季公子，你我早有婚约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四姑娘，你别误会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四姑娘，你还这样护着他！佳思，你听我解释，佳思，佳思。那年，我被季崇义推下金水河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家人现在都还活着。姑娘，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要不要给你请个郎中？不必了，我只是有些恍惚罢了。多谢大舅，我得赶紧回去给家人报平安，告辞了。送送你。不用了，家里规矩多，不方便。落水了，姑娘别着凉。在下于七，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多谢于公子。头儿，你为何要带她回来？为了让她认得我。有人落水了！
颈后有南巫火焰纹，我怀疑他是南巫派来的细作。那为何要放他走啊？鱼不入海，怎么能找到鱼群呢？新鲜出炉的奶糕啊，看一看来。妹妹，这奶糕太好吃了，买回去当夜点心吧。哎，客官，来看一看，便宜好吃啊！来，各位，姑娘，新出锅的奶糕要不要带份尝尝？妹妹，救我！哥哥，快点！别看了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走，快走，快点！爹，难道爹和哥哥还是难逃上一次的厄运？这是压死了吧？他那个脸上有伤啊。这么好？儿啊！此天剑灵开朗，江安城，篡改天下，罪无可赦，一律当斩。四儿，快回家！我回来了，你们都还在吗？四姑娘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四姑娘，四姑娘，四姑娘回来了，快！四姑娘，你没事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四姑娘，你不是……四姑娘，你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二夫人让我们准备的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忙吧。还好，是我的领牌。都是废物吗？不是多加了2两银子，让木匠连夜把棺材给打出来吗？你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棺材呢？夫人，我听说四姑娘是季公子推下水的。什么？四姑娘真是遇人不淑啊！安国公世子亲手将他的未婚妻推下水，传闻都不敢这样传呀。你一会儿拿一些吃食去江边给大房那边派去寻尸的家仆送去，顺便呢捎上一句话：累了就歇歇，尸体早晚能找到。戏班子那边怎么样了？二婶儿，四姑娘，夫人，哎呦我的妈！
四姑娘，你没死啊？我没死，让你们失望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四儿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遇了什么不测呢。你爹正带着人在江边寻你呢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二婶昨夜一夜都没睡，二婶是高兴的，一宿都睡不着吧？我的天老爷呀，你可不能这样冤枉你二婶啊！这天塌下来了，总得有人顶吧？你爹天天喝酒都废了，你哥呢游手好闲不学无术，你娘你一出生就把他克死了，那你说这生死大事儿还不得二婶我为你操劳啊？一个吃白食的窝囊废，一个克死自己娘的扫把星，你这种没娘教的孩子呀，就是品德不行，没有教养。没事吗？没事。银子没丢，是记错账了。没丢也得给他俩立立规矩，冲撞长辈，罚他们在这跪着，不许起来。二婶儿，刚才脸上有只虫，没咬到你吧？下次打人可以换只手。今日挂的挽联，选的曲目，还有要做的棺材，都是二婶喜欢的吧？既然知道我克人，二婶就最好离我远点儿，否则遭遇不测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这些二婶喜欢的，我全会给您用上，一样也不落。夫人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走，去找爹爹他们。这是江四，都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给我撤来！撤来！我也和二公子一直守在金水河边，一刻也不肯离开。你刚才拿那些瓶瓶罐罐是要去做什么呀？伯爷带了很多家仆去寻姑娘，临安城里水性好的人也都请了遍。伯爷说，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姑娘找到。可是二夫人管着银钱钥匙，怎么都不肯出钱。二公子让我回来找些值钱的东西去当了，能换多少是多少。我这边没有啊，那边有吗？看看，朝东走，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仔细着点啊！伯爷，我带着兄弟们捞了一日夜了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还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了，就算是捞一辈子也要给我把人找到啊！您当时就给了我们10贯钱，这不够兄弟们打点。爹，这是娘唯一给你留下的东西啊！可我手头上就只有这个了。哎，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。哎，兄弟，我家中尚有些书画藏品，还值几个银子。待到打捞完毕，兄弟随我回到家中进取便是。还请兄弟们多多费心，多多费心，拜托兄弟了。行，我全当积德行善，帮伯爷一趟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兄弟们了。好像听见妹妹在喊我了，这要是真的该有多好啊！我也是，脑袋嗡嗡的，老听见四儿在喊我。
哥，哥哥，爹！我好像看见妹妹了。我也老看见四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哥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娘刚走的时候，我也老看见你娘。妹妹，四儿怕是凶多吉少，是我没保护好四儿。妹妹，是妹妹。伯爷，真的是姑娘。爹，四儿，是你们四儿。爹，四儿，妹妹。四儿啊！爹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！四儿，你没落水，没受伤啊？没事，爹。妹妹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哥哥，你答应我，以后绝对不要来金水河边。我不来，不来。啊，不对，是任何河边都不能来。我都不去了，我都不去。爹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以后不要再回四天监当差，好不好？答应，答应。绝对不能回四天监。爹答应你，爹从今往后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，好好陪我闺女。好，查清楚了，江四是东平伯府的四姑娘，她父亲就是东平伯，母亲是灵水首富之女。这江四一出生，他母亲就去世了。东平伯当时还大闹了一场，被罢了官，免了爵位世袭，从此也萎靡不振。因此啊，大家都说这江四是个……是什么？我查，说他是灾星。说他克死了母亲，害得家门衰落。荒唐！世人总爱将不幸归咎于无辜弱者。还有什么啊？如今的东平伯府是二房的夫人萧氏在当家。这萧氏眼看家族没落，赶紧就给江四许配了门婚事，就是跟安国公府的三公子季崇义，在下个月的初8晚婚。什么？退婚？季崇义跟别的女人有私情。不仅欺瞒我，还把我推下河想灭口，这种人，你叫我如何能嫁？四儿所言正是，那不是虚惊一场吗？季三公子在外面有私情，别说你父亲不高兴，二婶我也不满意呀。可那人家是安国公府，四儿嫁过去，那是正妻，这婚我退定了。四儿，二婶知道你受委屈了。可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你这门亲事，我是费了多少心呀！好不容易才攀上这个好人家的，那临安城的姑娘们不都羡慕你吗？那把我这份运气让给江佩可好？哎，对呀。哎呀，你们这兄妹一唱一和的，显得我倒是里外不是人了。他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哥，四儿啊，从小就乖巧温顺。你说这怎么掉进金水河之后，把这唯一的优点都冲没了？弟妹，你这话说的可不中听啊！话是不中听，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想让她嫁入高门大户吗？大嫂不希望她嫁个好人家吗？大嫂在天有灵，都希望她嫁到安国公府。嫁不嫁？给个痛快话。我不嫁。他娘要是在天有灵，肯定跟我一样，只要孩子们过得平安就好。大哥，面子我是给你了，嫁不嫁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也不算。有本事等母亲回来了，找母亲定夺。反了你！
我的灾难就是从嫁给季崇义开始。如今，我绝不能让这一切再发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退婚。来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怎么没等我一会儿？特意买的广聚楼的烧鸡，妹妹的最爱。我的最爱？我看是你的最爱。我和妹妹的最爱。今日咱们一家团聚，庆祝四儿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干杯！哎，对了，妹妹，你落水之后是谁给你救上来的？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救了我。哦，那改日你好好答谢一下人家。是。不用了，爹爹。我也没有问人家的名字，想来定是寻不到了。这救命恩人的名字怎么能忘了问了呢？你这爹，妹妹当时肯定是吓坏了。四儿，爹问你，你真的是很想退婚吗？爹爹，这季崇义已经另结新欢，违背了对我的承诺，而且他对我们这婚约更是没有丝毫的敬意。咱们这不是自讨轻贱吗？那我以后的日子定是过不好啊。那便不嫁，那混账东西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妹妹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哥哥永远支持你。明日我便去安国公府将那聘礼给退掉。你妈妈，说说吧。是，掐丝金步摇一对，绢丝布300匹，珍珠地贴花兽面纹凤首服一个，双龙耳妇联纹花口瓶一只，白银5000两，黄金200两。母亲，你看这么好的东西，如果是我嫁过去的话，这些全都是您的。还有大房那臭丫头什么事儿啊？谁嫁过去这些东西也都是我的呀。哎呀，佩儿啊，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要想嫁个高枝儿，就要处处都有所长进。难怪这四丫头又压你一头呢。哎呀，是，谨遵母亲教诲。不过母亲，您不觉得自从四姐落水之后，好像变得有些不同了？她从前哪有这般胆量与您辩驳呀？一个丫头片子能有多大胆量啊？让她折腾去。你摸摸，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我藏起来。没有这些聘礼，我看她还怎么退婚？爹，妹妹，我想好了，明天呢就是3年1次的教场大考。三衙都会来挑人，若是赢得了比武，我应该就会就职都城司的司尉了。到时候，我就给你们俩都带走，脱离二婶的掌控。行了，小子，长出息了，但是不能去啊。为什么？你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啊？那教场比武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，我怕你是去的容易回来难。妹妹，你说，爹爹说的对，哥哥千万不能去，听起来太危险了。此事就此作罢，比武之事休要再提。爹，这给您夹的鸡爪子，您怎么不吃啊？少跟我来这套！我刚才说的事情你记住了吗？鸡爪中间这肉最好吃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敢去，回来我便打断你的腿。会吃人都吃这鸡爪，这上面越酸嘛越有滋味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有鸡腿，我就只配吃鸡爪子是吗？爹，哥哥，能再见到你们，可真好。
一切还来得及。父亲，哥哥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都要好好活着。崔将军，侯爷，请。玉儿，上得前来，快见过崔将军。久闻崔将军大名。日后你进了都城司，还要靠崔将军多多提点。多谢崔将军。此次教场大考，比武无禁忌，无规则。一旦有人坠台，胜负即分，最后的优胜者遴选为新一任的都城司司尉。大考开始。爹，妹妹，你们就瞧好吧，我今天肯定能赢。姓郑的果然来了，我去让他落单。让一下，接过一下，妹妹，哥哥，你看见没有？小蔡姨，阿杰，哥哥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身手啊？再收买了这几个人，四位你放心吧。哥哥加油！我先你看一下，好。郑都头，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呼你为郑都虞候。别来无恙啊，于大人，好久不见，您何时来的临安城？也没提前知会，好叫我去接您。郑明啊，踩着战友尸首青云直上的感觉，如何？来呀！还记得龙骨关战役吗？若不是你泄露机密给南巫，我的副将也不会死。于将军在说笑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将
这个是南巫圣女的图腾。什么南巫圣女？南巫相信，圣女除南巫星，大周将改姓。南巫为了寻找圣女，专门成立了夜莺门。可几年下去，并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还请两位大人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你害死那么多弟兄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高抬贵手？哥哥！于七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何人擅闯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这都跌下台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贵公子已经尽力了。没事。留步！本将军宣布，此次教场大考的优胜者，就是这位公子。不仅武艺一绝，人品也是一流。我大周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可愿担任都城司司尉一职，以保我临安太平？在下于七，只为救人，不为谋职，但是确实是扰了考场的秩序，影响了司尉的选拔，在下心中有愧，故愿暂任司尉一职，待将军另择优选。好担当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于七为何要救我哥哥？如今在临安相遇，还成了司尉。这一切为何会不一样？于七恩公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无妨，莫要牵到了伤口。于恩公，我们是东平伯府的，在下江战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江四。见过江姑娘。于兄现居何处？改日我好登门拜谢。哎呀，初到临安，暂无居所。那不如来我东平伯府一住啊。哥哥，于公子到临安城肯定是有事要办，怎好武断为人家谋划呢？冒昧了。无妨，江姑娘。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何处可以购入宅院。于兄这算是问对人了。我东平伯府旁边啊，就有一处空宅。我们临安城有很多闲置的屋宅，于公子可以去稍远的西郊看看。如果觉得远，南边的方祠聚集处也有的。多谢江姑娘。哎，你妹妹说那些都太远了。我东平伯府旁边就有个空房，到时候我们哥俩还可以常聚。于公子，您从何处来？南边，燕归城。燕归城是南疆的边陲之地，紧邻着南巫，风景甚美。不知道二位可曾去过呀？燕归城可真美啊！在我的家乡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。还有很多美景我没见过。日后我带着你，咱们看个遍。之前若不是我流落南疆，也不会跟他有交集。他曾说从未回过临安，难道说从前骗了我？
我们兄妹俩连临安城都没出过呢。和龙蛋所查倒是一致，可他若是连南疆都没去过，又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呢？南疆那么远，我妹妹要是真去啊，估计刚走一半，就得哭着喊着要回来了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咱们赶紧回府，早些休息吧。回见。告辞。那于兄，那改日再见啊！一定来找我玩啊！我觉得我跟于兄缘分真深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的他都很感兴趣，这就叫知音难觅呀。妹妹，我怎么觉得你对于兄有点不耐烦呢？我还想着改天让他来府上一聚呢。哥哥，咱们以后还是跟他少些牵扯为好。为什么？妹妹，刚才要不是于兄，你我兄妹二人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萍水相逢，还是小心为上嘛。收拾行囊，咱这就回燕归城了。定居。头儿，没有凋零擅自回来已经很冒险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赤羽旗的兄弟在等着咱们呢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了新线索，圣女图腾也看见了，哪儿能这么轻易就走啊？弟妹，四儿这桩婚事，我还是觉着理应将这聘礼退还给安国公府，了了这桩婚事。聘礼啊，都花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大房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哎，伯爷这几年也没进相，战儿呢又游手好闲的。你看这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哪里都需要用钱呀。就连母亲这次上山佛堂清修，她也得用钱呐。可这大哥不信呀？这有账本儿，快给伯爷看看。伯爷，请过目。哎呀，这点聘礼呀，也算是大房为咱们伯府做点贡献吧。你非要把这聘礼给退回去，不就又把咱们伯府往那火坑里推，往绝路上逼了吗？是，弟妹你操持家中之事，甚是辛苦。可这聘礼是四儿的，你怎么能够？大哥，你这是在怪我呀？这就是那礼单，你回去点点，看缺什么都给他配上，然后回去把那婚给退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也是聘礼，都退了吧。你不容易呀，这家不好当啊。都怪爹无能。爹，不怪您。但是我在想，这聘礼，他肯定是藏在哪儿了。女儿想个办法，把聘礼给找出来。哦，就是可能要先借我娘的嫁妆一用。看我这簪子和坠子搭吗？搭。衣服呢？好看。明日啊，我要跟一帮闺女去踏青，绝不能被他们看扁了。我就穿这身。四姐姐，五妹妹来了，阿满，快给五姑娘上茶。是。四姐姐好兴致啊，还打扮得如此出挑。平日里怎么没见你有这般家当啊？今日随便带着玩玩罢了。五妹妹也不错呀，就是这头上的簪子，还有这手镯，成色都差了些。五妹妹生得这么俊俏，只可惜这些物件并没有衬托出妹妹的美。四姐姐也莫要瞧不起人了。
我头上戴这些头面，不过就是随便戴着玩玩罢了。自然有好的还在屋里没有拿出来呢，不像四姐姐你如此招摇。这样啊？那我可不信。要是真有好的，怎么会藏着，还怕招摇？肯定是没有，这才以次充好。你等着瞧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别跟着我！阿曼，是。催，就知道催，没了我你们什么都干不了。用完立马还回来。阿曼，怎么样？去找些力气大一点的。站住！好大的胆子呀！谁让你们搬的这些东西？聘礼也敢往外搬？二婶儿，不知道我们大房搬运自己的聘礼，打扰二婶您什么了？什么大房二房啊？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就都是东平伯府的东西。听这话的意思啊，二婶是想私吞我的聘礼啊？哦，不对，我之前听父亲说，我的聘礼让二婶已经花光了。现在这些可是父亲费尽心力重新备下的，跟二婶您毫无关系。抬走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拦！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看这些下人们，一个一个的胆子都够大的，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也敢往外搬。这里是东平伯府，说到底，是我东平伯的宅邸，弟妹不过是暂代掌家事宜。二房私吞聘礼之事，我不声张，但也没说不追究。大哥是哪只眼睛，看见我私吞聘礼了呢？你若是再三为难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掌家是母亲准予的，那便让母亲来找我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大哥，弟妹啊，也是为了咱们伯府好。夫人，这大哥既然决定要去退这个婚，那就让大哥去嘛。夫人，不过大哥，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呐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公府的婚，是不是你一个人说想退就给退了的？万一他们不同意，啊？你看，这么多的聘礼，一来二去，招招摇摇，那不是让外人看了咱们两家人的笑话吗？二弟说的对呀，你看，那得等大哥退了再说。不是大哥，给我搬！哎，此乃都城司令牌和官印，交于于四位。
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是同僚了。我乃都城司的通判，掌东衙，主理审案、断判、文书等事宜。你呢，掌管西衙，这治安巡防、抓捕要犯都归你管，但仍要记住，以东衙为首，听从安排。为了你我二人日后更好的协作，本官特意将注意事项整理成册。这么长？甄大人着实是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于四位，我来给你细讲讲。每日卯时开衙，临昏散衙，无故不得缺勤。每日早晚你我需要会面一次，定今日之要务，论明日之安排。好，咱们稍后再说。我早就跟大哥说过，这招行不通，不能这么干。就是。这谁给弄回来的呀？伯爷，这好像是安国公府差人还回来的，我们也做不得主，已经请过二夫人了。我这明明放到安国公府了呀，怎么又给抬回来了呀？抬回去！伯爷，那安国公府的管家说，您要是再抬回去，他们还得再抬回来。哎呦，这聘礼怎么又给抬回来了？这一日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也够辛苦的。哎呀，伯爷宽心，国公府呀，定是舍不得咱四丫头，才不愿意退婚的。那季公子啊，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未来还是得跟咱四丫头好好过日子呀。大哥，哎呀，咱们伯府的颜面，算是被你彻底给丢尽了。你这都整的什么事儿啊？来人，把这些东西都抬回去，别在这碍眼。是。还是二爷神机妙算呀！你看大哥，也不顾及他女儿的颜面。夫人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反正这聘礼都送回来了，我也安心。哎，公子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风景挺好啊。有水路就有生气。对，这条河呀，直通内外城。这条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，哎呦，这宅子啊，交通很方便。不咬人，不咬人。哎呦，好，是。这前面呢都是东平伯府啊，这是他的北宅。公子，您随便看。您看，这桌子、椅子，还有这床，这都是新的。这外域的治安啊，是不如内城。养条狗也挺好的啊，可以看家护院。哎，我们二牛可不是看家犬，那是纯正的军。啊，来，俊俏无比、威风凛凛的大宝贝儿呢。大宝贝儿。这临安城啊，就是内富外贫。这好多的达官显贵啊，有钱有势的，那都住在内城。公子，您要是手头宽裕的话呀，小人建议您优先考虑内城的宅子。不必了，就这儿吧。不过根据大周律啊，这房子的买卖啊，咱们呢还要先问一下房东的亲戚，再问问周围的邻居，他们要是无意购买，那就成了。那就快问嘛。就我跟龙蛋一块住。哎呀，龙蛋可太轻松了，根本就不用他伺候。房子的大小可太适合你了。于公子，哎，江姑娘，哥哥，什么房子啊？于兄要搬来枣树巷院子了，询问四邻，正跟我们打听意见呢。枣树巷院子咱们是要买的呀，怎么会让旁的人搬进来呢？妹妹，咱什么时候？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于公子，这枣树巷院子我们东平伯府早有意定下了，真是不巧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条件随便开，怎么样才肯把院子让给我？考虑考虑。
哎，这啊，对，抱歉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夫人里边请。妹妹。哎呦，这是家里来贵客了。我说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安国公夫人好。崇义今日登门赔罪，还望岳父大人海涵。别乱叫，我可不是你岳父。昨日去你们府上退聘礼，你们没收，今日来的正好，聘礼和人一同回去。聘礼岂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夫人，女儿受委屈了，这当爹爹的心里不舒服。再说呢，崇义犯了糊涂，我做母亲的绝不偏私。他父亲也请了家法，还望东平伯和四姑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机会，再给他机会来谋害我妹妹？谋害？二公子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你儿子没告诉你，他把我妹妹推进河里了？战儿，长辈说话不许插嘴。崇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没有这回事啊！跟他们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岳父大人，四姑娘因为狡猾，意外失足才掉入河里边，旁边都有人看到，他们可以作证啊！江公子，你无凭无据，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就知道我们家崇义这品行是绝对不能干出如此糊涂之事的。那日四姑娘落水，可把我们一家子都急坏了，尤其是崇义啊，嚷嚷着要下河找四姑娘。夫人先坐，夫人先坐。大哥，你看孩子都跪下了，也知错了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啊，嚷嚷着要下河，莫不是着急要下河确认我到底淹死了没有，这样才好娶自己相好的过门啊？四儿，你这位出阁的姑娘，你这说什么话呢？四姑娘，我读的是圣贤书，绝不会对弱女子下手，更何况你还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呢。四姑娘不用担心，到了国公府，我定将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惜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崇义这小子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出气。媳妇给婆母请安。崇义昨晚又没回来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守活寡也只能怪你没本事。老三总往外跑，还不是因为家里的女人无趣？你好歹也学学样子，打扮打扮，像块木头似的。儿妇知道了。婆母请用茶。你打扮的一副妖艳模样，是要勾引谁？还不快滚！四儿听见没？有这么好的婆母，你嫁过去那就是享福了。大哥，是不是？若是四姑娘愿意，咱们今天就把婚期定下来。我也盼着你早日嫁进国公府。魏夫人，
我还是那句话，退婚。我今日亲自登门，以给足你面子。按照大周律，你执意退婚，可要杖60。四姑娘，3思而行啊。好，那咱们两家就去找个能说律法、论公道之处。到时候不仅这婚要退，季三公子为了遮掩私情、谋害未婚妻的罪名，也定是跑不了。对。哎，四姑娘，国公府岂怕你一个闺阁女子？你若执意这般，那便公堂见。对了，魏夫人，聘礼还请您一并带回，就不用我们再多送一趟。咱不跟他们置气，到时候直接公堂上见。嗯，妹妹，你还记得那是具体是在何处他把你推下水的吗？首先需要人证，我也在想，到底有谁会看到他把我推下水了？江姑娘，于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本来想跟江姑娘商议一下宅院的事儿，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不巧听到了你们谈及家事，本来想着回避的，但是想到了这个江姑娘可能会有求于我，就又停留了片刻。我有求于你。姑娘落水是何人所救啊？是你救的。妹妹落水是于兄所救。哎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于兄，我兄妹2人的性命都为你所救。从今日起，我江战。哎，于公子，你是不是看到我被人推下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能看到。谁啊？这宅院的事儿。可以商量。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成为邻友了。是于兄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缘分如此之深。哎呀，都是缘分。季公子，四姑娘，姑娘，可是在担心官司。姑娘，要不早些休息吧？你刚落了水，寒气定都还没有消退。阿满，帮我拿把伞来。这么晚了，姑娘要去哪里？去见个朋友。你来了。我知道你会来找我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和季崇义私会的女子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如此坦诚，倒是让我很意外。这些年，多亏了你把我支着香，在店里寄卖，才让我有了些银钱，可以贴补家用。那些年店铺生意不好，多亏你一双巧手调出奇香，风靡整个临安城。
我的店铺才能起死回生。快尝尝，特地给你做的。真好吃。这是什么？店铺的钥匙，阿四收好，以后在伯府待闷了、受气了，想来随时来，把这里当做你的第二个家。姐姐出嫁以后，我很寂寞，是你想着法逗我开心。谢谢巧娘，我知道，你是把我当做真的姐妹的，你也是我最好的姐妹。曾经。事到如今，没什么可瞒你的。巧娘，店里这么多香，你觉得哪一款最适合我？我来想想。把这里最名贵的香料都拿给四姑娘看，我来付账。七公子，不必了。这款小四合虽然不甚名贵，但很多文人墨客都爱用这款香。我最爱这味香了，清雅舒心，可以让人沉心静气。他不是什么好人。对我也并非真心，不过是看中了我的家财，能够替他还赌债。原来这些你都知道。他觉得我好像很好骗，但其实我也在引他入戏。我只想攀附权贵，获得更好的地位。你不懂的。我父亲就是一个无权无势、被强权欺压致死的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发誓，我不愿做一个无权无势、低贱的商妇。当我被季重义看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逃无可逃。但我也不愿就此被摆弄，我要利用他，高价进安国公府，改身换命。巧娘，你糊涂呀！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。我等商妇所面对的皆是火坑，妇道人家免不了被无数体面人谩骂非议，赚得越多，招惹的是非越多。若是谈婚论嫁，抛头露面，正经的官宦人家瞧不上我们。同行相亲，南商贾也不愿意娶我们，还有那贫苦的读书人，他们哄我们慷慨解囊时，情长甜似蜜，只待他们一朝登科，便背信弃义，遣我做那下堂妻。不是我非要往火坑里跳，而是我在众多的火坑当中挑了一个最值当的。我要嫁的不是季重义，是安国公府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为我的孩子挣一个好前程，为他们挣一个生来便不会被欺压的家境。孩子，你有身孕了。你母亲是临水首富之女，却也选择用十里红妆嫁进伯府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她的孩子才能有一个好的出身，才能有资格谈前程。你想靠腹中的孩儿在国公府立足，但你怎么就笃定他一定是个男孩呢？说他是个男孩最好，若不是，那我生的便是双生子，龙凤胎。你居然连这个都想好了？只有越过这道门槛，我和我腹中的孩儿才能有更稳固的地位。四儿，是我对不起。什么？退婚？是啊，祖母。我这去山里清修了半个月呀，这个四丫头要在家里闹翻天呢。哎呦，我劝她，我这嗓子呀都冒烟了。她根本没把我这婶子放在眼里，还声称说要去报官。这好好的喜事，非要打成官司啊！祖母，四姐姐她动手给了我母亲一巴掌。哎呀，提这个干嘛呀？还不够丢人的呢。不过这四丫头对自家人下手也是够狠的，我这脸到现在还疼呢。哎呀，这个四丫头成何体统啊！无法无天，简直是！阿福，去把四丫头给我叫来。是，老夫人。祖母，您快喝口茶消消气。